欢迎回来，我是喵屋。距离上次分享的覆盖模组已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日子里，我又发现了不少好用又好看的覆盖模组。今天就来分享目前我在游戏中使用了哪些新的覆盖模组吧。一样提醒大家，安装这类的模组要注意，每个同种类的只能选择一种安装，否则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导致游戏出现问题哟。那在影片开始之前，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要忘记你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主题吧。第一个要分享的一样是开场画面啦。现在我使用的这个打开的大门，感觉很像是欢迎你进入模拟市民的世界，整体的色调也很舒适。接着载入画面，我使用了同一套的内容，作者为同一个主题制作了开机动画、载入画面和主选单画面。我非常喜欢这个带珍珠的贝壳金锥版本，它还有分早上跟下午版本，采用不同的色调。我目前使用的是早上版本，色调比较温暖，下午的色调则给人感觉比较清爽。来到主选单画面，是一个可爱的猫咪在山坡上吹着风的样子，让人看着也跟着心情轻松了起来。这个主选单总共有4种图案，都属于可爱的漫画风格。每个画面里也都会出现一种动物，像是有狗狗、兔子、青蛙还有猫咪。而且我还替换了主选单的使用者界面，仔细看左上角这一个标题与金锥都变成了写生风格，还有旁边这个绿色的底也是。这个与猫咪的主选单整个背景的替换是不一样的纹理覆盖，所以是可以任意搭配其他不同的主选单背景。在作者的下载页面也有制作自己的主选单背景覆盖，可以与写生风格的使用者界面搭配使用，还有其他与主选单覆盖有关的设定，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观看看。在建构模式里，第一个要分享的覆盖是这款猫掌图案的 CC 扳手，是不是很可爱？看看这个粉粉嫩嫩的肉球手掌，真的让人心情都愉悦起来。这款 CC 扳手覆盖还有其他图案，大家可以选看看是否有自己喜欢的款式。下一个替换是建构墙壁工具覆盖，这个真的超可爱的，因为主题是万圣节，所以猫咪还戴着一个巫师帽，用这个可爱的猫咪来盖房子都变成了一种享受。作者还有制作蝙蝠样式的版本哦。另外我也替换了移动物件的框框纹理覆盖，这个部分就是当我们移动物品时会在地上出现的绿色框框。游戏原本的是简单的方框，现在可以看到我的是写生风格的方框。有没有觉得这个风格很眼熟？没错，这个就是前面分享的主选单使用者界面，他们是同一个作者。它不只有写生风格版本，如果不喜欢这种风格的，还有另外3种纹理版本可以更换。来到游戏中，第一个要分享的是滑鼠游标的覆盖。替换了之后，游标会变成粉红色的，而且旁边还会附带一个小小的爱心，真的很可爱。但根据作者文章说，他还没有替换全部游戏中的游标，目前只完成了一半，所以可能在某些时候游标会变成预设的样式。如果当你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用担心，这不是 bug。作者也有说之后他会慢慢更新，所以记得随时回到作者页面追踪后续哦。下一个是咖啡杯和茶杯的覆盖。原本游戏中的所有咖啡杯和茶杯都使用同一个外观，非常的单调，里面的深色液体看起来也不太好喝的样子。虽然现在茶杯的覆盖模组选择有非常的多，但大部分的覆盖所有口味都是使用同一个外观，这也是非常可惜的地方。可是我现在分享的这个作者的覆盖版本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的外观分得很细，例如美式咖啡和拿铁咖啡的外观会不同，绿茶跟红茶的外观也不同。这个档案里还包含了外带的咖啡杯外观覆盖，算是很少见的覆盖版本，这也是我推荐它的原因。而且除了咖啡杯与茶杯覆盖以外，这个作者还做了许多食物覆盖，我非常推荐将他的所有食物覆盖都安装起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还有其他什么食物覆盖吧。在页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制作了丰盛大餐、圣诞可可、蛋糕，最近还有新增了事业与嗜好的饮料吧台里的饮料杯外观覆盖。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出的饮料杯覆盖吧。这个新的外观覆盖为每一种口味都分别做了不同的外观，真的超细心的，而且每一种看起来都太好喝了吧。再回头看看 EA 原本的，真的都不想说了。先不说好不好看，至少也要做到每一种口味的外观都不同吧。你有看过绿茶是咖啡色的液体吗？下一个是蛋糕覆盖，重新绘制的蛋糕外观差别也太大了吧，看起来也好吃太多，尤其是放了很多草莓的样子，真的很吸引人。然后丰盛大餐也变得更加细致美味。最后我们来看它有2个可可的档案替换，我们看一下它的差别在哪里。先来看上面这个乐可可的外观覆盖，这个外观是替换了乐猪生活里面热水壶泡出来的那个乐可可，重新绘制的版本看起来更加的温暖好喝，舒适的氛围感也更强烈。那另外一个圣诞乐可可，它替换的是主城市的温热乐可可托盘里面的饮料，但这个覆盖它会让有些选项变成英文的，所以会另外再需要安装汉化档案。不过不用担心，这个部分的汉化我也已经完成喽，一样会附上链接给大家。接着要推荐的是 China For Sims 的覆盖模组，这个作者制作了非常多的覆盖模组，而这次我分享的是我目前正在使用中的。我们先来看咖啡袋的替换，这个是替换了人物在使用咖啡机时倒入咖啡豆的那个袋子外观，这个袋子外观总共有10个版本可以选择。下一个是冰库厨房的冰淇淋机在制作时所用到的牛奶瓶子外观，总共有8个不同的样式可以选择，记得这些都只能够选择一种哦。另外我还安装了很多，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作者的文章会比较快。第一个是事业与嗜好的糖果机瓶子，替换的部分就是人物在制作棉花糖时所使用到的瓶子。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游戏预设的模糊版本是图片上左上角的那个样子，那其他的这些瓶子是修改后的样子，图案清晰很多，而且那个土黄色看起来像农药的瓶子也修改成有冰淇淋图案的白色瓶子了。下一个是休闲后院的饮料托盘，这个图左边的是游戏原本的样式，右边是替换后的样式，感觉一个是像素超低版，一个是高清版。作者还在饮料杯上添加了柠檬片，看起来更清凉好喝了。另外这个汤匙覆盖只会替换搅拌果汁用的那种汤匙，与厨房使用的汤匙或其他用途的汤匙纹理都不同，所以两者不会冲突。可可粉覆盖模组，这个替换了乐猪生活的热水壶在冲泡热可可时所使用到的可可粉外观，一样有多种版本可以选择。这是面粉袋与糖袋的覆盖，图片中左边是低清版的游戏预设样式，右边是高清版的替换样式。这系列的最后一个是烹饪滴管的覆盖，这是当人物在烹饪火鸡大餐时会用到的滴管工具。看对比图可以看出替换后的超级高清版，连刻度都清清楚楚，还有许多颜色可以选。接下来是替换了使用手机通话的人物动画覆盖，当人物坐在用餐椅、书桌椅、沙发和居家椅上使用手机通话时，人物会替换成这个模组的动画，并且一样有分男女不同的动作。但除了以上提到的这4种椅子以外，其他的通话动画就还都是游戏预设的版本哦。另外我还安装了人物使用电脑时的动画覆盖，这也是跟手机动画同一个作者。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作者文章里的游戏预设版本与覆盖版本的比对。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左边是游戏原本的动画样子，然后右边是替换后比较放松的样子。这个是女性的比较图，下面这个是男性的比较图。那要注意的是，这个动画只适用于人物在书桌或者是餐桌上使用电脑的时候替换的动画。那如果当人物他是在酒吧或者是日式被炉里面使用电脑，就一样还是会自动带入游戏的预设动画。下一个是折叠衣物的覆盖，这是我之前分享过的拖把替换模组的作者制作的。游戏原本的是比较鲜艳的样式，而这个作者使用的覆盖模组使用的色彩饱和度都比较低，色调都属于莫兰迪色系。我也推荐它的造型椅工具覆盖，它覆盖了造型椅上使用的剪刀、定型椅和吹风机。
替换后的外观看起来质感很好的样子。同时，我也有使用这个作者的修理工系列的扳手跟螺丝起子工具覆盖，因为游戏原本的太鲜艳了，我觉得有点丑。但其实这个修理工系列主要替换的是修理工的制服，可是我觉得原本的制服还蛮合理的，在现实中通常就是这么鲜艳，所以只替换了工具。但如果你也不喜欢修理工原本的制服颜色，也可以一起下载覆盖制服的档案。当模拟市民在打架的时候，会出现一团灰尘云雾的特效。这个打架的表现方式的确很适合模拟市民4的卡通风格，但对我这种喜欢符合现实状态的玩家，就会觉得太没有打架的那种激烈感。所以这个去除打架时的灰尘云雾特效模组，就可以用来去除那个挡路的灰尘特效。那我们可以实际看到人物原来在灰尘下的互动动画，虽然也是有点可笑啦，但也增加了不少真实感。其实这个模组已经是一个老模组了，但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实用。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修改天花板的样式了，但有时候还是会忘记添加，或者如果刚好玩的家庭是很穷的那种，当然也会想省则省啊。而这个天花板覆盖可以替换掉原本一片空白的丑陋天花板，让它变成了有带石膏纹理的白色天花板。虽然这只是一点点小改变，但却能为整个居家氛围加分不少。其实厨房海绵的外观覆盖也有好多款，尤其是我现在分享的这个款式，就有许多不同的作者都有制作类似款的。但现在我推荐的这个款式是我最近看到最接近日常大众会使用的外观。这个版本的黄色棉质部分有带点孔洞，菜瓜布的厚度也很刚好。以上就是目前我在游戏中使用的覆盖模组。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支推荐的覆盖模组影片，可以点击右上或资讯栏里的连结。希望这次的分享也可以让你的游戏焕然一新。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感谢看到影片最后的你们，也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的订阅者们。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